好，我是巧儿。秋天是南瓜的季节，今天我们来做南瓜欧包。没想到之前南瓜面包的反应那么好，但是呢，跟你们坦白一下，就是那个面包外观非常好看，但是口感非常诡异。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希望这个面包充满满满的南瓜味，于是呢，我把面团里面的水分大部分都换成南瓜泥。那烤出来的面包呢，很扎实，甚至有点黏牙，反正灾难一场。但是我看到大家一直在敲碗，所以这礼拜呢，我改进了很多个版本，终于做出外观好看、好吃又充满南瓜风味的南瓜欧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南瓜季，今天来一个南瓜农场，好看哦。This one， 好，就带它回家。做烘焙南瓜的选择还蛮重要的。那做这个南瓜面包呢，我推荐就是选择肉质比较扎实，然后烤完不会软烂的品种，像是这个，我们这边叫做妈咪瓜，然后英文是 Buttercup， 它是日本栗子南瓜的一种。然后另外一种也很适合，就是这个 Sugar Pumpkin。那比较不推荐就是这种，英文呢就直接是 Pumpkin 而已，它外观呢是绿色的。然后里面是这样橘橘的，它烤完呢就会非常的软烂，完全 hold 不住形状，就比较不适合用在这个面包，像是做一些南瓜浓汤或是南瓜派，它就 OK。因为南瓜很硬，所以我拿去微波一下，2分钟，这样比较好切。刚刚忘记说，在南瓜皮覆盖湿的厨房纸巾再微波，这是巧手告诉我的诀窍。微波过的南瓜果然好切多了，切成大块状。南瓜呢，用烤的、蒸的都可以。我习惯用烤的，烤过后南瓜的风味更浓缩，加上焦糖反应，会让南瓜变得更甜。淋上1大匙的橄榄油，撒上黑糖，淋点蜂蜜。天气冷了，我的蜂蜜都结晶了，变得很难挤。最后撒点盐。以200度烤20分钟，烤到叉子呢可以轻松穿过就出炉。按压做成南瓜泥，要不要去皮呢？随意。烤过的南瓜呢，一部分我们做南瓜泥，然后一部分呢切成南瓜丁，那剩下的可以直接吃，甜甜的，很好吃。OK， 来打南瓜面团吧。高筋面粉、牛奶、水，它是高水量的面团。那为了让待会搅拌比较顺利，先保留1大匙的水，不要加。和蜂蜜加入搅拌缸。今天的面团是无砂糖无油的健康欧包哦。低速搅拌2分钟，让面团成团就好。静置30分钟做自我水解 Autolyse。接着加入速发酵母、盐、南瓜泥。大致拌匀之后，还记得吗？一开始保留的水，这时候慢慢加入，转成中速搅拌5分钟，要打到面团变光滑，底部脱离缸盆，有筋性的状态才可以。打完之后做薄膜测试，像这样。小诀窍时间，对付高水量会粘手的面团，就是要多用刮板，少用手接触面团。那碰面团的时间呢，要快一点，才不会粘。整理成圆形，放进抹油的发酵盆。基础发酵总共2个半小时，分成3阶段。第一阶段90分钟。
温度约25度，不要太热哦。发酵完的状态，你看面团呢非常水嫩。这款面团含水量高，要靠翻面帮助它更强壮。这边呢分享详细的翻面手法。先排气，把面团抖拉长，往中间折1/3，换边。拍掉多余的手粉，上下也是抖，拉长往中间折，换下面。这样呢，就完成第一次的翻面。第二阶段发酵30分钟。看面团的状态呢，要非常这样轻盈，然后端端的。这时候它已经有很多大气泡了。30分钟后再翻面一次，总共翻面2次。排气、延展、翻折。再多折个几次，增强筋性。滚圆，把面团皮呢绷得紧紧的，进行第3阶段发酵30分钟。基础发酵完成，这时候要来整形跟包馅。说一下，南瓜欧包呢是有陷阱的。像之前核桃蔓越莓欧包加入坚果跟果干的时间，通常是面团打好之后，再用搅拌机低速拌入。这招呢用在南瓜丁上行不通，因为南瓜丁太软了，你搅拌完呢，同时很容易它就变成泥了，然后又不小心变成面团的一部分。因此我的食谱设计是等面团完成基础发酵后，在整形的阶段才包入南瓜丁，而且呢手法要轻柔一点，不要把南瓜丁压碎，保持它的形状，吃的时候才会感受到南瓜烤完那个绵密的口感。为了让南瓜丁尽量平均分布，先包2/3，两边包起来后，剩下的南瓜丁再包入。自己吃呢，没再考虑成本的啦，南瓜丁超级大方，有快30% 哦。最后再给面团收尾个几下，这样的包法，南瓜丁不会露出来，烤出来的面包外观完整。面团表面撒点手粉，避免沾黏。正面朝下放进藤篮，没有藤篮就用大碗，然后垫个布来替代。做最后发酵，28度发酵50到60分钟。发酵期间别忘了，烤箱内放入铸铁锅或其他可耐热的锅子，以230度预热至少半小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南瓜面包的整形方式，非常简单，任何新手都可以做到。你需要就是棉线4根，长度呢大概就好，所以我大概是量24寸，不用很精准，只要够就好。好，所以需要准备4条棉线。那这个是以我们今天这个面包尺寸来决定的。藤篮的尺寸是直径是8.5寸，8.5寸。然后我最近在网络上发现一个这个东西，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待会呢，我们可以利用它，轻松的把面团移到我们的铸铁锅内。那当然你不用买没关系，你就用烘焙纸，然后剪一个类似的形状就好。只是我刚好最近有看到还蛮便宜的，所以我买了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塑形。南瓜整形不需要实际碰到面团，只要把4条绳子在中间交叉平均摆好，然后垫烘焙纸或者是矽胶垫，再垫一个砧板，翻面，
哇，拉得好大哦！绑的时候不要绑太紧，轻轻的就好，要给面团膨胀的空间。每一条线呢间隔平均，然后两两打结，最后呢多余的绳子再剪掉就完成了。撒上面粉装饰。其实做到这边就有南瓜造型了，割线这部分呢是看个人喜好。这把割线刀呢我觉得蛮好用的，它是美国 Wild Monkey 的牌子，链接我放在下方给你们参考。取出预热好的锅子，不要怕，一鼓作气提着面团放进去，盖上锅盖，以230度烤30分钟。开盖后降温到220度，再烤15到20分钟，直到呢面包表面充分上色。圆滚滚的，好漂亮哦！南瓜面包水分较多，烘烤时间要充足才有脆皮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底部，没有过焦，刚刚好的颜色。放凉至少30分钟，等面包呢完全冷却再来拆线。有些做法会事先把棉绳泡油，可能就会比较不粘啦，但我是直接绑也没什么问题。最后插上肉桂棒，模拟南瓜的梗。完成，切给大家看。超脆，不用酸种，简单的直接法也可以做出外脆内柔软的欧包。还有塞满满的蜂蜜烤南瓜内馅，每一口都可以吃到甜滋滋绵密的南瓜馅哦。今天分享这款美到舍不得切的南瓜欧包，喜欢我的内容记得按赞。还想看巧儿做什么面包吗？留言跟我说，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